我是于哥。有次一个小学生问我什么是100维空间，我当时只来得及甩下一句：等你上大学学数学就知道了。哎，可是我们天天生活在3维空间里，长、宽、高，加上时间就是4维。为啥很多科普视频却说真实的物理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维呢？问题是，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任何实验能证明这一点。虽然在一些数学工具里，比如弦论的假想空间会提到那些额外维度，但它们可能存在于极其微小的尺度里。你可以想成是在微观世界中，3维空间自己偷偷折叠出了更多层，就好像在我们身边的另一套微观的3维空间，可能跟我们发生作用，也可能不会。扯远了，下面才是今天的主题。那我们该怎么更实用地理解这些数学中的高维空间呢？想象你在厨房里，桌子上摆满了食材，洋葱、鸡肉、西红柿、香料。你不仅要考虑每种食材的种类，还得考虑用量、火候、切法，甚至最后的摆盘。虽然我们生活的物理世界只有3维，但你脑子里要处理的这些条件，其实就是一个多维问题。所以高维并不是说你多了几个可以走的方向，而是指我们用数学描述问题时，可能会用到更多变量和可能性。最近，来自九州大学、加州理工和东京大学的一组新革晋生，就用这种多维厨房思维解决一个困扰理论物理的大麻烦。他们发现，不论你用多少个变量描述量子系统，不论处在几维的数学空间里，量子纠缠的行为居然都能用一套统一的公式描述。那啥是纠缠？在量子世界里，两个朋子就像是一对异地恋的密友，一个在地球，一个在火星，但他们的状态依然心有灵犀。科学家用一种叫做雷尼商的数学工具来衡量这种关联度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关系的复杂度或者信息的混乱度。过去研究者只敢在最简单的2维厨房里做实验，而这次他们用了一种叫做热有效体论的方法，相当于搞清楚了，即使厨房复杂到宇宙级别，比如10维系统，只要盯住某些基础配方，它们的规律依然通用。更妙的是，他们还发现，在某些极限条件下，比如雷尼商的某个参数接近0，这些看似复杂的系统最终只受几个变量控制。就像做菜时，只要掌握火候和盐量，其他细节都不重要。这套体论不仅让量子信息学多了一种通用的烹饪法，还有可能影响量子计算、量子通信，甚至黑洞信息的研究。而且这项成果已经登上了顶级物理群体《物理学评论快报》。所以下次有人和你聊高维空间，你就可以笑着说，不是要搬去10维世界，而是用更聪明的方式把复杂问题化繁为简，像一个高手厨师，在任何厨房都能做出好菜。数学中的高维工具是帮助我们解决身边真实3维世界的实用工具。